然后今天下班相对来说比较早，然后今天拍了一整天了，眼睛有点红，主要是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昨天晚上可能我只睡了2个多小时吧，然后今天工作了10几个小时，现在眼睛有点红，但是明天我可以出个晚工，稍微晚一点点，嘴巴好差不多了吧，有一点点疤痕，但是已经不怎么影响了。我的脚就是前2天我脚好了已经，然后我今天在拍摄的时候，然后不小心又把这个右脚给扭了，就是扭完这个扭这个，犯懒了就不想去绕那个圈圈，然后直接从沙发上跨过去了，一跨那个沙发太宽了，一跨然后落地的时候没有落稳，右脚也给扭到了。我发现这个一顶光就很明显，我的法令纹。如果是平光的话，其实就还好。哎，没有了。哎，没有了。是吧？哇，这个真的好自然呀，这个就是开了以后真的好自然呀。不过这个地方是磨的有点狠了，我开小一点。那我就开到20，好吧，20。好，我没有开瘦脸，我是开了一个这个去法令纹的这个美颜。我这个应该不是很严，我这个是顶光所带来的这个阴影。你看我把顶光挡住之后，你看是不是就没有了，是吧？我这个应该不是黑眼圈吧？完，我照镜子的时候没发现我有什么黑眼圈，而且我化着妆呢，现在。它这儿可能最多是有点泪沟吧，我把黑眼圈的美颜再开开，开了。它这个设计的挺好的，我感觉就是缺哪儿补哪儿，它不是说是一下全给你那个什么掉，就是美的不成样子，它是缺哪儿补哪儿，挺好。其实原来我们拿到这个本子的时候，这个本子的原名叫《暗潮》，然后这个名字是后来才改的。可能我们就是这个一部剧的这个从诞生吧到它的制作，还有到它上线，然后中间会经历很多很多背后的一些事情，可能这些事情是大家所看不到的，大家可能只会看到我们的剧上线了之后哪里做的不好呀，或者是就是会讲很多，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其实我讲实话，钟老师本人非常美，那我们在拍那个剧的时候，他可能是有点第一天
第一天他就通宵，我第二天出工的时候我就听他讲，前一天晚上没有睡觉。为什么呢？是因为他那个我们这剧本是换的嘛，是原来不是这个脚本的，是一个换过的一个脚本，然后所以他就去为了就是说把这个人设变得更贴他一点啊，因为太不贴了，然后呢他就熬夜去梳理这个故事线还有人物线，然后所以第一天然后就熬了一个通宵。我看他那个剧本上面，然后记得密密麻麻的，哇，做了好多功课。然后所以就是第一天你想就是我们拍摄的时候，然后就恶性循环嘛，这样，所以说他的状态可能是不是很好。但是呢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对暗潮拍摄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个已经改名了啊，改名了，叫等一场巴黎的风，已经改名了，已经。其实这个，哎呀，太曲折了，真的就是非常曲折。出品方找到我要合作的时候，其实呢拿的是这个暗潮的这个脚本，但是呢它只有10集的内容。明白吗？它是一个布完，它只有10集，它后面是没有的。没过多久，应该是我在拍《夜色禅之》的时候，因为那段时间我是刚刚入行嘛，找我，然后跟我们去碰面啊，但是具体隔了多久的时间，我有点记不太清楚了，但是中间隔了很久的时间。然后结果呢，就是我在拍那个《夜色禅之》。那边的那个我们那个锋芒那边的制片人，然后就到现场跟我说的这个事儿啊，说我们题材换了啊，换成什么吸血鬼，然后呢让我就是因为他演的那种状态嘛，就是要那个你们大家都应该都看过啊，都有这种印象，就是要特别特别的瘦。因为他们当时说那个脚本然后也在写，为什么要去那个古堡拍呢？其实都是为这个题材而准备的，明白了？其实都是为这个吸血鬼这个题材而准备的，就是这个题材我们应该是筹备了时间比较久啊，所以说才有了跟那个欧洲时报那边去合作啊。就是我看到很多人说啊，这么有钱吗？去那边拍，这个经费怎么全花到这个？这不是这样的。欧洲时报就在巴黎啊，它是我们的出品方之一，当然要去那边拍了，对吧？我们筹备了很久的一个啊，就是说我应下来这个的时候，实际上它是一个吸血鬼题材的一个剧。我决定就是说要去合作的时候，然后呢是一直聊的是这个题材的，我对这个题材可能是比较感兴趣一些啊，是这样的事。当时是那个制片老师他亲自跑到我们现场跟我说的这个事儿，说是现在确实挺瘦，但是呢还不够。我说必须要是那种脸颊凹陷，体脂率非常非常低，这种。我说那好吧，那就离开机还有两三个月呢，是吧？我说好吧，尝试一下，然后就开始疯狂的刷脂啊。我是有一套方法的，但是我不建议你们用这个方法啊，因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伤害身体。如果要是说你20出头的话，你可以去短期内去刷体脂，把体脂率降到10%、11%啊，然后你再去恢复你的这个脸的时候，我觉得是有可能去恢复的啊，只要你休息充足，或者是营养跟得上。但是呢，我现在已经30多岁了，本身30多岁的时候，本身你的蛋白的流失啊，它就比20多岁的时候要快很多啊，它的流失就本身就是很那个什么的。然后你再加上就是
长期的工作的劳累啊，或者是说你在用这种方法去快速的去刷体脂，这个我是没有想到的啊，是后面我才恶补的这些知识。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就是刷体脂脸会垮啊，会影响整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我是不知道的。对，是的，正常人的体脂率应该是要在10%，最起码我觉得就是20%，我觉得是一个很正常的吧，对吧？那个时候你想我体脂率我好低的，然后结果啊，就是我的印象当中是临近开机的前1个礼拜左右吧，也就是说那个题材可能不好过审，还是以国内这边制度也是比较重要的，然后直接就说换什么呢？就换回最初拿这个找我的这个本子啊，换回这个本子了以后，然后再告诉我，然后要跟钟熙老师合作但是有一个不巧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好像当时还是只有这前10集，然后所以就是说，那边的编剧老师呢，其实也是在短短的可能不到1周的时间吧，把这个后面的几十集的内容给赶出来的。它其实是一个赶工的一个本子啊，所以说这个事情你觉得他怪导演吗？我觉得不是的。谁拿到这个以后，谁能？我反正是，我觉得就是我们拿到这样的一个本子，没有办法，所有东西都定好了，唯独就是这个本子出了问题，然后不得不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我们就干呗，对吧？就上呗。我们2个导演，他们俩其实也是熬夜啊，然后呢去重新去改人设，重新去那个什么。这个本子他赶出来的一些东西，他跟钟熙老师的这个形象他不符啊，他不符。然后我们导演还有钟熙老师，然后就连夜去改导演他们熬了可能不止1个晚上，但是你想嘛，这种东西它其实是需要时间去堆积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说是可能，不管是哪个编剧或者是哪个导演或者是哪个演员，不管是谁，不可能说是你放心吧，你给我1个晚上2个晚上，给你搞得漂漂亮，它是需要时间的。剧本嘛，内容嘛，对吧？它是需要时间的。但是我们就碰到的就是这个事情，就不得不开机了，什么东西都定好了，对吧？要机票呀什么的乱七八糟，你要去那边的古堡啊，还要去那边，这等等等等，唯独就是那个出了问题，那没有办法。还有包括我觉得就是我的状态我已经成那个样子了，那个时候，然后告诉我现在换剧本，我也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在1个礼拜之内我恢复到原来的那个样子。我是人呐，对吧？我是人，我也不是一个什么橡皮泥，也不是一个气球。因为就是刚才还是我说的，就是这个胶原蛋白的流失，这个是不可逆的，尤其是对我们30岁以上的大家可以去网上查一下。它可能只是能够改善一下就是你好好休息，好好去饮食呀，好好去休息，可能只是能够稍微的去回到原来的状态的50%、60%或者60%、70%，这个是比较好的情况了所以就是说，我就想借着这个事儿我想也是想提醒一下大家吧，不管大家是做什么样的一个工作，我觉得都要把自己的身体放到第一位，但是呢，我也不后悔这个我也不后悔，就是我只是说这样的一个事情，想跟大家去聊一聊这个我们这部剧它的这个前身，还有这个所有的幕后的一些事情
哦，对了，大家再说一下一个趣事啊，就是我在去那个法国的那个飞机上面的时候，在去巴黎的那个飞机上面的时候，我的旁边，我的旁边就坐着我们，就坐着我们原定就是那个原定的那个脚本啊，吸血鬼那个脚本的女主。然后巧的是我回程的时候，她还在我旁边，特别巧，都是她把我认出来的。我上了机之后，我说啊要起飞了，怎么样啊？好，吃点东西，休息一下。然后旁边一个女孩就说：“哎，是赵老师吗？”我说啊，我说你怎么认识吗？因为我没有见过他啊，然后他就给我讲，他说啊，给我讲原因是什么啊？原因是我们的那个本子然后被毙掉了，然后呢，所以但是机票已经订好了，然后所以不用的话，然后就浪费了，然后所以就趁着这次机会，然后给自己放个假休息一下，去那边玩。我说我说那太好了，对吧？我说就这个事情啊，觉得很神奇，因为我之前是完全是没有想到这种事情的。不过呢，其实我还是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我还是比较，骄傲吧，就是为我们这个整个团队啊，为我们的导演团队啊、摄影团队啊等等，还有我们的造型呀，以及我们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啊，我觉得其实挺骄傲的，因为在这么极限的条件下面，就是各方面，然后可能都不是很舒适的情况下面啊，也没有做好太多的这个准备，都太有限了这些条件下面。然后我们去国外的时候，我们只是几个主创到了那边，是有当地的人来协作我们啊，所以就是说这个事情其实也是一个挺难的，因为其实就相当于是换团队，继续在拍，继续在制作。那到了那个异国他乡嘛，其实有很多制片上面的难度非常难的啊，你拍人家的东西啊，或者是做人家的一些什么，其实是没有办法的，你们知道吗？是没有办法的。再讲个有趣的事情，其实当时我找一下啊，当时那个我们吸血鬼那个题材的那个本子，我想提供一点我的这个东西嘛，我之前的一些脑子里面的一些脚本，我想提供一些东西，然后我自己还写了一版故事梗概，这个算是有趣的事情吧。在这儿看，这个是25年7月22日写的，我写的这个名字叫冒牌伯爵，写了差不多有个几百字还是1000字。7月22号的时候我写的这个，就是你们可想而知，7月22号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被通知换题材，真的是临近的时候，我马上要开机了才通知的。哎呀，这个也是我一个珍贵的记忆啊，这就留着吧。冒牌伯爵，名字还挺好听，是吧？我平时说话的声音怎么跟那个文世安的声音不太一样，但是也不太像配的，感觉像，感觉又不像。其实呢，就是我平时说话的声音是在中部的，然后文世安的声音是在前面的，就是说故意设计的一些东西。但是我发现好像在这个里面好像有点多余了。那我自己声音的话就是大头，你到底还打不打？文世安就是大头，你到底还打不打？
确实是有区别的哈，但是都是一点一点的摸索，一点点的学习经验嘛。对，是的，就是说是为了贴这个片子的基调，因为就是还是要区别这个人设嘛。你看铁哥他是一个很稳的、很那个什么那个人，然后呢，他那个白老师呢，他又是一个，他虽然是表面上很花很那个什么，但是呢，他平时讲话呢，其实还是比较偏沉稳，或者是说在比铁哥稍微的要那个什么一点啊。那如果要是说文世安这个人，如果要是说再跟他俩同频，就是像我现在这个样子的话，角色重叠度可能一不小心就撞上了。所以说，为了让每个角色能够有一个明显的区分人物性格呀，那我的设想其实就是文世安他是一个，他跟这两个兄弟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于，他呢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完整且健康的原生家庭里面的庇护下长大的，所以就是说他为什么没有那俩人反应快，就是在这个一些人情世故呀，或者是说在他对他老婆减糖呀什么的一些情感方面没有那俩反应快，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是说他可能有什么话就脱口而出，就是减糖说你还记得我们结婚前的那个饼干桶吗？那个饼干桶已经好几年没有装满了。文山他其实他不想，他这个背后的这个意思是什么？脱口而出，就这事儿，你就因为这一点小事就要跟我离婚啊？就他是一个这种人啊，因为在家里边可能是跟他妹跟那个文晓斗嘴斗惯了，又吃我油条，就吃怎么了？就吃你的，就是这种。对，就是他有时候可能跟自己亲人说话，就是跟自己的家人说话的时候是不过脑子的。但是那个李老师让他学会了成长，他是一个成长是放在了34岁、35岁这个阶段的一个人。对，文世安这个角色以前也没怎么演过真正的喜剧角色，这个是我第一次尝试的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喜剧角色。我平时不怎么看书的但是我看过的我觉得好看的，我先给你推荐一本无声告白。然后我之前也看过一本书叫《苏菲的世界》，我觉得挺吸引我的就是它的情节什么的，我觉得挺吸引我的。但是那本书我没有看完，它太厚了。然后还有那个什么我想看但是还没有来得及看的一本书叫《最后的生还者》，因为应该是叫这个名字，《最后的生还者》，因为我知道有一款游戏好像就是叫这个名字，然后那款游戏我还挺喜欢的，但是我一直没有玩一直没有机会没有时间去玩。然后我再推荐一本就是我觉得特别神奇的一本书，但是呢我自己是不太能看得进去，但是呢其实我一直是对这个天文是比较感兴趣的。那本书叫《引力波》就是每个人看了之后可能理解不太一样，但是那本书我是真的没有看完，我看书是很慢很慢的一个人。我觉得那本书就是大多数人可能都看不下去。我这2天又在没事的时候听那个一些音频什么的，然后呢我就又偶尔又听到了就是很早很早之前周杰伦拍的那个他做导演的那个《不能说的秘密》，就是最近又把那个电影断断续续的又复习了一遍，我觉得
太神了，真的，那个电影拍的真的真好，拍的太好了。哇，我觉得有很多，就是很多细节，就是我以前很早的时候看的时候是根本没有发现的。黄正民的电影我最喜欢哪一部？来，开始数啊！其实没有说是最喜欢的，我觉得在我心里啊，国际市场，还有那个新世界，然后还有老手，还有当男人恋爱时，还有特工，还有其实很多电影我看过之后，可能有的时候马上想不起来名字，还有什么呢？我想一想，阿修罗我觉得也很好看，阿修罗黄正民在里面演了一个大反派，他所有的电影基本上我都会有去看。还有什么？因为有些名字马上想不起来哦，还有那个曾是超人的男子，就是我的超人男友，我觉得也挺逗的那个电影。哦，还有《检察官外传》也很好看，哎，是吗？是叫这个吗？哦，哭声，对，哭声也好看。最后的结局真的是很，怎么说呢？就很意味深长吧。哦，还有一部是他跟那个李正宰合作的那个，叫什么来着？从邪恶中拯救我，我觉得那个也挺好看的。我觉得那个李正宰，就是他在里面演的那个屠夫嘛，我觉得特别的，哇，张力太强了，我觉得特帅。黄海应该是那个谁，那个何正宇啊，何正宇跟金允石演的吧，是吧？哦，还有舞蹈皇后，你看我又想起来一部舞蹈皇后，好看。反正我觉得国际市场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然后还有那个军舰岛，对，军舰岛的导演我还见过呢，我基本上都看过，但是可能有的时候马上想不起来。我就说实话嘛，就是我今年开始进入这个行业，我很惭愧啊，一直在吃老本，很惭愧，就是没什么学习的这个，没什么进步的这个机会，或者是时间，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反正一直我去拍短剧啊，一直是在摸索，是在用我以前拍电影的时候，那种我们在就是拍一些什么文艺片，用那个时候的一些经验、一些知识，然后过年的时候我一定要会享受我的一个人的电影院，享受我的投影仪。我觉得我最大的这个学习到的东西吧，它跟之前我们拍影视剧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这个可能是我进入这行这一年吧，最近我悟到的一些东西，它还是比较那个什么的，还是区别挺大的。